嗨，各位，我們今天來到減重臉第4集。當你大量減重之後，你的身體輕盈了，但你的臉開始顯形，開始老化了，那要怎麼辦呢？我們一集一集來介紹，在治療，在處理這個猛健熱臉，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治療方式呢，我們統稱叫做3層式減重臉重塑工程。我用到重塑，我用到工程來形容，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前面幾集有提到，從淺層的皮膚跟皮下脂肪這一層，到中間的筋膜層跟韌帶層，到深層的脂肪墊，還有支撐的這個脂肪室的這些問題，這一層一層的變化，導致你臉部的衰老。如果還沒有看到前面3集的，趕快回去看，很有趣哦。把我自己當做案例拿出來分析給大家看。這一集開始，我們要跟大家詳細的來聊，那到底減重臉、猛健熱臉，我们要怎麼樣來幫他做一個重塑？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結構力學來設計，安全優先是原則，因為微笑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第一個問題就是，當你快速減重之後，皮肉分離了怎麼辦？這個是實際的案例，因為現在快速減重非常多。減重完以後，我們先看畫面左邊這樣，你看那個皮可以拉得很開。那我們再看畫面右邊這個呢，它的整個臉很明顯的就是拉起來幅度小很多。你看到沒有？很明顯哦，本來那個臉啊，皮肉是分離的，那就有時候開玩笑說，什麼叫皮肉分離？就是風一大，它會張開來。那這有沒有辦法處理？如果不手術，有沒有辦法改善？有辦法，我們影片最後會給大家看最後臉型有什麼樣的改變，有沒有變年輕。這個圖呢，在前面3集有跟大家提過，我們的臉分成淺層的皮膚跟皮下脂肪，還有中間的筋膜跟一些深層的構造。當你在快速減重的時候呢，在淺層這個地方會發生什麼問題？首先呢，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當你在快速減重的時候，我們體重呢每減少10公斤，你的皮下脂肪會少11%。大家聽了一定很開心啊，皮下脂肪減少不是很好嗎？可是就會發生接下來的問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電子顯微鏡呢，根據醫學的研究啊，在皮膚下面的皮下脂肪，它不是一顆一顆單獨的細胞，這一顆一顆的皮下脂肪，它周圍有一層完整的包膜，還有一個網狀的結構去固定這些脂肪細胞。那這個網狀的這個膜呢，它是什麼呢？這個網狀的膜呢，它是什麼呢？它就是我們之前影片裡面提過的皮下網狀結構。當我們在快速減重的過程中，你的脂肪細胞慢慢的變小，或是脂肪細胞就死掉了、消亡了。本來你的皮膚下面是充滿了很多饱滿的脂肪細胞，結果现在一個一個縮小了。於是你的皮膚下面這一層皮下脂肪，它是撐住很飽滿的。它突然間變得很空洞，它的支撐性就變差了，整個皮膚就變鬆了。皮膚變鬆，你第一個想到的治療方式是什麼？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事情就是什麼？那就打電波啊，打音波。可是這樣真的對嗎？事實上，在猛健熱臉剛開始出現的時候，也有一些醫師呢提出來說，我們應該幫這些人打電波、音波。但是臨床的效果，我們現在看起來事與願違。當你有減重臉，當你有猛健熱臉，你皮膚本來已經因為脂肪流失導致了鬆垂，你還打電音波會更嚴重。為什麼？其實相關這個的研究非常的多啊。我們來看，比如說這一篇它就在講，有很多的研究已經證實了，就是它會導致溶脂。如果你本來臉胖胖的，你可能打音波、電波還不錯，可是你已經有猛健熱臉了，你還打電波、音波，它會導致更進一步的溶脂，於是你的鬆垮沒有辦法緩解，就你臉整個凹陷的更嚴重。有人就問啊，電波呢？電波它的作用原理也有非常多的研究在告訴大家，它也會導致脂肪細胞的衰亡。事實上，有一些做那個身體減肥塑形的機器，它就是用電波的原理。所以，如果你今天已經有快速減重臉了，你已經凹下去，你已經鬆了，你再打電音波是好事嗎？事實上，它導致更多的這個脂肪死掉，更多的脂肪變小，於是整個臉顯得更空洞化，然後就更鬆垮。所以，我覺得打電波、音波它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而且，猛健熱臉為什麼表皮會導致皮
皮肉分離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這個皮下網狀結構呢，它在我們的皮膚跟皮下脂肪裡，它就像一層交錯的網，它就 hold 住我們這些皮下的結構。當你在快速減重的時候，隨着你脂肪細胞一個一個凋亡或是變小，事實上你的皮下網狀結構它也會崩解。那它在崩解的时候，它就 hold 不住你的皮膚組織，於是你淺層的皮膚跟中層的筋膜就開始有一個分離的狀況，這就是我們說的皮肉分離。所以皮肉分離到底該怎麼治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皮肉有分離的原因，一部分呢來自因為你脂肪細胞的凋亡縮小導致的空洞化，另外一部分來自於你的 RC 皮下網狀結構它的崩解。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這個重塑工程呢？其實呢，整個減重連呢，它的3層次回溯工程到底怎么做？有3件事，哪3件事呢？支撐、回補跟加構。那我們今天要改善我們的這個皮肉分離，也是遵從這個原則。首先，我剛剛講的這個皮下網狀結構 RC 它崩解，我們要重新把這一層皮下網狀結構把它重塑。到底該怎麼做？有一種這個線呢，它跟一般你看到那種有導溝的那種線是不一樣的。這種線它特別的細，把這個線放到皮下這一層，那這個線呢，它就會去刺激這個膠原蛋白再生。這個線它在鋪設在我們皮膚下面的時候呢，我們用網狀的方式去鋪，刺激這個膠原蛋白重塑。在這個線材還在你皮膚下面的時候，這個線材本身就像一個網子一樣，去加固你的這個皮下網狀結構。那線材在吸收的過程中也會刺激膠原蛋白的再生，藉由這種方式重塑你的皮下網狀結構。下一步呢，回補。我剛剛提到了你的皮肉會分離，跟皮下網狀結構有關。那另外一部分呢，就跟脂肪細胞縮小或凋亡有關。我們要回補這個流失的皮下組織，到底要用什麼東西去回補呢？我們就要去慎選這個材質。我們剛剛呢在提用這種細線呢去鋪設在我們皮下脂肪，是刺激膠原蛋白的再生，像一個網子一樣重塑你的皮下網狀結構。我們在填充的時候，我們更重視的不是单单的膠原蛋白，我們還要考慮到另外一個東西叫彈性蛋白。那什麼樣的材質可以刺激彈性蛋白的再生，而且有足夠的體積效應？有一個材質我們叫它卡哈，卡哈是醫學上的一個名詞，那它其實就是我們以前常看到的那種白色乳狀的注射物，只是在以前各位的印象呢，都會想到說啊，這個東西叫精量瓷啊，可以用來打鼻子下巴。卡哈現在更進步了，不是只有精量瓷哦，現在呢有3個牌子。那這個卡哈它跟我們以前常常聽到的什麼童顏針啊，或者是一些什麼維貝拉或者一些伊蓮絲都不一樣。卡哈呢這個材質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它刺激彈性蛋白的這個能力比其他那些膠原蛋白再生劑要強很多。那這個對於處理減重臉就非常好。我們利用這個卡哈把它均勻的鋪設在皮膚下面這一層，可以回補這個流失的這個組織，而且可以刺激彈性蛋白，就可以改善皮肉分離。這裡面有一件事大家很容易忽略，就是我們打的層次很淺，你選擇施打的材質絕對不能有肉芽腫的增生。像有一些刺激膠原蛋白再生的一些增生劑，它有一個問題，就是你打在很淺的位置，它後面可能就會有一些凹凸或是一些長得過大的一些問題。根據文獻的研究，卡哈呢幾乎是不會有肉芽增生的一個狀況，甚至很多的文獻的顯示呢，在所有填充劑裡面，它是最穩定，不會有肉芽腫的增生。那這種狀況下，你就可以安心的打在皮膚的下面這一層，回補這個流失的皮下組織，而不用擔心說，會不會過了幾個月、1-2年以後啊，整個裡面都凹凸不平啊，或者是增生這一塊那一塊變石頭人，它很穩定，這就是它的好處。在快速減重的過程中，除了你的臉會有皮肉分離的狀況發生，事實上也有很多的人呢，他因為快速減重就會有一些因為減重之後產生的紋路或鬆弛，這要怎麼處理呢？一樣的方式，我們要加固你的皮下網狀結構，然後再
回補你流失的皮下組織。一樣的原則，我們一樣可以用這個細線呢去加固你的皮下網狀結構，用卡哈呢去回補你的流失的皮下組織。好，我們來看一下，你看前後同一個人哦，他因為快速減重的这個紋路，因為用這種方式，他就可以有明顯的改善。我在網絡上看到大家在分享減重的心得，我看到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有感觸，因為我自己也是快速減重之後的得益者，也是受害者。我覺得他講得很好，他說什麼呢？他說減重呢是一場向重力宣戰的遷徙，但是我們往往在輕盈的步伐的同時，卻不小心失去了讓你支撐神采的锚點。看到這句話，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形容。但是不用擔心，有減重臉的你，要讓一個同樣經歷過這樣事情的醫師來幫你。千萬要記住，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哦。